大家好，这期视频我们来学习这款国风配色款花片。线材使用布丁手作家的超柔棉，钩针使用的是 2.0 的钩针。下面我们来开始编织。左手持线将线在中指上绕一圈，接着钩针穿入线圈，将线带出，起钩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。这里的2个锁针是算作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接着钩针绕线。在起始线圈入针，钩织一个长针未完成针。长针未完成针编织完成之后，接着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带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2长针的枣形针。上方的这个 V 字就是这个枣形针的针目，这里可以给它用记号扣做个标记，方便辨认。接着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我们第一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完成了。接着再来演示一组钩针绕线，在起始线圈入针，钩织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完成一个，接着再钩织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2个长针未完成针编织完成之后，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带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接着再来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第2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完成了。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2个长针未完成针枣形针加1锁针的编织规律继续重复钩织，总共是钩织8组。第8组编织完成之后，接着来收紧线圈，引拔在第1个枣形针的针目，也就是我们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。引拔完成之后，我们钩织一个锁针断线。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挑到背面，接着来换线编织第2圈，在任意的一个锁针洞里入针，将线带出，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这里的一个锁针算作一个中长针未完成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还是在同一个锁针洞里入针，钩织4个中长针未完成针，2个3个4个，完成之后，接着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带出钩针上的所有线圈，接着再来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。接着钩针绕线，还是在同一个锁针洞里入针，再来钩织一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，3个4个5个，接着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带出，再来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我们一个锁针洞里就完成了2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。后面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锁针洞里都是钩织2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的编织规律。最后一个锁针洞编织完成之后，是引拔在第1针的一个枣形针针目，引拔完成之后，钩织一个锁针断线，将线头挑到背面，这样我们第2圈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来换线编织第3圈，我们从任意的一组枣形针，这个是我们入针的这个锁针洞，锁针洞里面钩织的2个枣形针，在这2个枣形针中间的这个位置入针，钩3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这里的3个锁针是算作一个长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入针，继续钩织长针，总共是加起立针钩织5个长针，5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，接着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第1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再来演示一组钩针绕线，在下一个2枣形针的花样中间位置入针，钩织5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这样第2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编织完成了。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5个长针1个锁针的编织规律重复钩织，注意它的一个入针的位置。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，引拔在起立针的第3针锁针位置
引拔完成之后，钩织一个锁针断线，接着把这个线头给它挑到背面，这样第3圈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来换线编织第4圈，钩针从任意的一组花样，也就是这个5个长针的第2个长针挑它的一个立柱，从背面挑，钩织内钩短针。先来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还是挑它的一个立柱，钩织一个内钩短针，接着继续下一个长针立柱入针，钩织一个内钩短针，再下一个长针立柱，钩织内钩短针。这里我们总共是钩织3个内钩短针，接着钩织一个锁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在我们第2圈的这2个花样的中间位置，这个位置入针，将线带出，钩织一个中长针未完成针，接着继续在同一个位置将线带出，总共是钩织5次，也就是钩织一个5中长针枣形针。这个线我们拉的时候，长度跟我们这个内钩短针的一个长度是持平的，接着一次性带出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枣形针。接着再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第1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编织完成了。我们再来演示一次，钩针从下一组花样的第2个长针立柱入针，钩织内钩短针，重复钩织3次。针完成后，钩织一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在这个位置入针，钩织一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。接着钩织一个锁针，这样第2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编织完成了。后面我们就按照前面2组的一个编织规律继续重复钩织1圈。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，引拔在第1针的一个内钩短针上，引拔完成之后再钩织一个锁针断线。接着来换线编织第5圈，钩针从任意的一个枣形针针目入针，将线带出，钩3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这里的3个锁针是算作一个长针，第3针锁针位置就是系腰扣标记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它的一个长针针目。接着再来钩织一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入针，钩织一个长针一个锁针，一个长针一个锁针，接着在3内钩短针的中间这个短针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短针一个锁针。这样第1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完成了。我们再来演示一组，钩针绕线，在下一个枣形针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长针一个锁针，一个长针一个锁针，一个长针一个锁针，接着在这3个内钩短针的中间这个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短针一个锁针。这样第2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编织完成了。后面我们就按照前面2组的一个编织规律继续重复钩织1圈。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，引拔在起立针的第3针锁针位置，引拔完成之后第5圈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来编织第6圈，第6圈我们不换线，将线带到这个锁针洞里，钩织一个锁针，将钩针上的线圈稍微带长一点，接着钩针绕线，在这个锁针洞里入针，钩织2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。2个5中长针枣形针编织完成之后，接着再来钩织一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在下一个锁针洞里入针，钩织2个5中长针的枣形针。
接着钩针从我们这个短针右边这个洞里入针，将线带出，钩织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接着在左边这个锁针洞里入针，钩织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接着钩针绕线一次性带出，这样就钩织了一个短针减针。后面就按照这种一个锁针洞里钩织2个枣形针，接着一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洞里钩织2个枣形针，在短针左右两侧的一个锁针洞里钩织一个短针减针，这样为一组的编织规律继续重复钩织1圈。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，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枣形针针目，引拔完成之后钩织一个锁针断线。接着我们来换线编织第7圈，钩针从任意的一个短针减针位置入针，将线带出，钩织一个锁针。接着我们钩针从这一个短针的立柱上面入针，将线带出，带出后我们给它稍微拉长一点，和我们这个锁针是持平，接着钩针绕线一次性带出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外钩短针。上方的这个 V 字就是我们外钩短针的一个针目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从钩第一个枣形针的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在这2个枣形针的中间位置入针，钩织4个长针。4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，接着在下一个2枣形针的这个1锁针的锁针洞里入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接着钩织一个3锁针的狗牙拉针，先来钩织3个锁针，接着在长针连接处的这2根线上入针引拔，引拔完成之后，我们3锁针的狗牙拉针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钩针绕线，还是在同一个锁针洞里入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2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，钩针绕线，在下一个2枣形针的位置中间位置钩织4个长针。4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，接着钩织一个锁针，在这个枣形针的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这样我们第一组的一个编织规律就编织完成了。后面我们就按照前面一组的编织规律继续重复钩织，钩织下一组的时候，钩针直接挑我们这个短针的立柱入针，将线带出，钩织一个外钩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在这个枣形针的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后面就依次钩织4长针。我们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，引拔在第一个外钩短针的针目上面，引拔完成之后钩织一个锁针断线，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挑到背面，藏好线头并剪去多余的线头。后面我们剩余的这些线头没有藏的给它藏一下，然后边钩织边隐藏过的可以直接给它裁掉。我们背面的线头修剪完成之后，这样的一个花片就编织完成了。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